前幾集有提到要食多啲發酵食物，咁啤酒、臭豆腐都係發酵整出嚟嘅喎，咁係咪要食多啲臭豆腐、飲多啲啤酒呢？嗱，要知道嘅係唔係所有嘅發酵食物都對你身體有益，所以今日我哋要睇睇究竟乜嘢係發酵食物。其實咧有好多食物係已經發酵過嘅，你可能日日食佢哋都唔知。例如麵包、啤酒、豉油、臭豆腐，雖然佢哋都係發酵整出嚟嘅，但係唔係全部發酵食物有活性菌。邊一啲有活性菌，邊一啲冇活性菌，我就將一啲普遍嘅發酵食物分類擺喺呢個 table 入邊啦。點解人會開始做發酵食物呢？第一就係要保存食物。咁以前冇防腐劑、雪櫃嘅時候，要延長食物嘅保存時間，係要俾嗰啲好嘅細菌生長，而嗰啲會將食物變壞嘅細菌就唔會繁殖啦。另外有四季嘅地方唔係一年四季都可以種菜噶嘛，所以咧以前嘅人咧通常喺秋天就會開始醃酸菜啦。第二個原因就係製造新嘅食物，發酵可以製造新嘅口味、味道同埋新嘅食物成分，例如啤酒到紅酒裏邊嘅酒精係發酵整出嚟嘅。酸菜同乳酪嘅酸味係來自乳酸菌製造出嚟嘅乳酸。咁麵包係要靠酵母先可以膨脹噶嘛，以前冇人去理個發酵食物有唔有活性菌，有唔有益咯，食落肚冇事，死唔去又好食，咁就傳到今日啦。OK， 我哋首先睇睇呢一組嘅發酵食物先。第一組就係潛在有益嘅活性菌。我所講嘅要食多啲發酵食物，其實就係佢哋呢一班啦，而唔係豉油啊、啤酒嗰啲。呢一啲食物有活性菌，即是話你食入去嘅時候咧，你同時間都係食緊食物中入邊嘅微生物。咁當然啦，呢啲活性微生物係無害嘅，佢哋仲對我哋身體有益添。仲有啊，發酵食物唔係淨係為咗食活性菌，發酵過嘅食物自己本身都含有其他嘅健康益處。我等一陣會分享下呢啲益處啦。第二組嘅發酵食物就係冇益處嘅活性菌。我有睇過一啲健康嘅 blog 講飲 raw unfiltered 嘅蘋果醋係可以提供身體活性菌。raw 就係代表冇高溫殺菌過，同埋 unfiltered 就係代表冇過濾過入邊嘅 mother 嘅蘋果醋。mother 都係一種活性菌嚟嘅。蘋果醋入邊嘅活性菌係草酸菌同埋酵母，佢哋對我哋健康其實冇咩任何益處，而且乳酸菌係需要氧氣生存嘅，叫 aerobic respiration。我哋腸道嘅環境係缺氧環境嚟嘅，所以唔適合呢啲乳酸菌嘅生存。所以我將蘋果醋就歸類喺呢個 category 入邊啦。第三種我哋要睇嘅發酵食物係已經被去除活性菌嘅食物。呢啲食物都係發酵食物嚟嘅，曾經有過活性菌，但係而家佢哋入邊嘅活性菌係被高溫殺死啦。例如天貝、豉油、麵包、臭豆腐，仲有紅酒入邊嘅酵母係已經被過濾咗。我哋其實淨係用嗰啲菌嚟製造新嘅食物，容易咧就抌咗佢哋啦。哇！咁嗰啲活性微生物咪嘥晒咯？唔會嘅，嗰啲微生物做完佢哋要做嘅嘢嘅時候，我哋就唔需要佢哋啦，因為唔係全部微生物係可以食入肚嘅，我哋都唔知食入去有唔有害。呢啲有已經幾百年歷史嘅食物，以前人刻意要拎走呢啲微生物，肯定有佢哋嘅原因，所以唔使覺得好嘥咯。例如來自印尼同埋馬來西亞嘅天貝 tempeh 係用一種毛菌去發酵黃豆整出嚟嘅食品嚟嘅，比未發酵嘅黃豆係有更強嘅抗氧化功效，同埋有更低嘅抗營養素。我哋馬來西亞人咧係從來唔會生食嘅，一定要煮過先食。但係咧傳到西方國家嘅時候咧，我見到一啲網上教人哋生食，呢個其實好危險嘅，因為一來用嚟發酵tempeh嘅菌對人係冇任何健康益處，同埋去發酵嘅環境可能會養埋其他有害嘅菌添。我哋而家就睇睇發酵食物有咩好處啦。第一個好處係可以引入唔同嘅有益化合物入到我哋身體。微生物喺發酵過程嘅時候，可以將一啲食物合成為各種各樣對身體有益嘅化合物。研究顯示呢啲化合物可以調節免疫功能、抗氧化嘅功效，可以防止壞菌黐喺腸道上，同埋可以降膽固醇。第二個好處就係 activate 食物入邊嘅抗氧化物質，例如蔬菜入邊有一種抗氧化叫 flavonoids， 去發酵之後咧，呢種抗氧化會變得更 active 添。第三個好處就係減低抗營養素，酸種麵包同埋天貝係一個例子啦。佢哋發酵過程可以降低一種抗營養素叫做植酸，植酸會阻止鐵、鋅、鎂、鈣等嘅礦物質俾人體吸收。咁第四就係改善乳糖消化，好多乳糖消化不良嘅人可以食乳酪嘅，但係呢一個唔係比乳糖不耐嘅人唔同㗎，係因為發酵過程唔單止會減低乳糖，嗰啲活性菌所製造嘅乳糖酵素係唔會被胃酸破壞，可以直接去到腸道先被釋放嚟幫助乳糖消化。所以 EFSA 喺2010年指出，乳酪中嘅活性菌對乳糖消化不良嘅人可以改善乳糖嘅消化。Number 5， 發酵出嚟嘅微生物對健康更有益處。咁呢一個同益生菌有咩分別呢？發酵食物唔單止可以運送好多微生物俾身體啦，發酵食物嘅結構本身可以保持微生物嘅生存率。有個研究去比較同一樣嘅菌株，有一個
係用牛奶培養出嚟模擬乳酪之前發酵食物啦，另一個用一般實驗室養菌嘅方法去培養出嚟模擬益生菌保健品。研究顯示咧，乳酪入邊嘅菌株對老鼠嘅結腸炎有更大嘅改善。簡單講咧，活性菌嘅功效同佢哋所坐嘅車有關，同發酵食物一齊入嚟嘅菌或者被分離嘅菌，好似益生菌入到你身體，佢哋嘅功效係有分別嘅。但係呢個報告都好誠實，佢有提出呢啲活性菌唔太可能對已經住喺我哋腸道入邊嘅菌群作出乜嘢長久影響。呢一個同我之前做過嘅 video 所講嘅一樣，除非你腸道喺某些情況下有空缺，唔係嘅話食入去嘅菌只會係直入直出，好難喺我哋嘅腸道落地生根嘅。所以食發酵食物唔係純粹為咗啲活性菌，而係我頭先講到嘅4個好處啦。我自己食嘅發酵食物係乳酪，有時會自己做啲 sauerkraut 嚟食 kimchi 我都有喺市面上買嚟食，但係咧發覺到有好多味精同埋其他嘅添加劑，所以如果你要買嚟食就要留意下啦。而紅茶菌 kombucha 我以前都有自己整嚟飲，但係咧後來飲咗胃好唔舒服同埋便秘，所以我而家停咗啦。之後亦都揾到好多關於紅茶菌嘅副作用嘅文章同埋報告，所以唔係每個人都適合嘅，要留意自己身體對食入肚嘅每種發酵食物嘅反應。而至於保健品呢，我就冇買益生菌啦，但係我喺 iCloud 有買一種叫 Purple Probiotic 嘅益生菌，雖然佢名叫益生菌，但係佢只係凍乾咗嘅發酵 Purple Cabbage 同埋生醋，佢係唯一一個我喺市面上揾到嘅最接近食新鮮發酵食物嘅保健品。發酵食物係咪越多越好呢？當然唔係啦，亦都冇必要啊。有啲人食太多發酵食物，佢哋嘅胃會脹氣到好犀利，唔係淨係嘔下氣或者放下屁嗰啲脹風啊，係脹風到好唔舒服，導致胃酸倒流、作嘔、食唔落等等。嗰啲有 IBS 或者佢哋嘅肚比較敏感嘅，可能都唔適合食發酵食物。仲有呢，每個發酵食物都唔同嘅，唔同嘅菌株、唔同嘅發酵時間、唔同嘅發酵溫度同埋過程，都會影響發酵出嚟嘅食物。同埋我哋每個人嘅腸道菌群都唔一樣噶嘛，所以唔使同人去爭邊一個發酵食物係最好嘅，因為每個人對發酵食物嘅反應都有所不同。總結嚟講，雖然發酵食物有好多好處，但係並唔意味住你一定要食佢哋。我喺呢個 video 有俾你8個重點，點樣去培養腸道好菌，而發酵食物只係其中一種啫。除咗飲食上要留意，我喺呢個 video 都有講到有一個重點係好多人冇放喺眼中嘅，而呢個重點對你腸道嘅健康比起你食發酵食物更加重要添。想知道我講乜嘢就快啲去睇睇啦。我今日嘅分享就講到咁多啦，我哋下個 video 見，拜拜。